嗨，大家好，我是吴伟。今天来展示一下这个我们刚研发上市的7E M Pro 轴磁套件哈，是轴磁 ，OK， 好，首先就请到了这个7E M Pro 的磁悬浮板。很多人在问这两颗到底就是磁悬浮板跟一般的磁力板，就是弹簧板有什么差别吗？坦白讲，我觉得差别大概比大雁的磁悬浮还有大雁的弹簧板多一点点而已，其实不太多啦，真的。所以两颗都很不错，只是磁悬浮板就是又更极端的让你这个减低了转动的这个摩擦。不过因为方块新的时候，它都是有沙沙滑滑的感觉，所以你如果是两颗这个放在一起新的拆开，你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差别。那个差异都是在磨合开之后才会出现的哈。好，首先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轴磁套件哈，这个轴心套跟角磁 ，OK， 好。要改这个的时候，你一定要准备螺丝起子，好，来把它给转开。好，我自己是选择白黄啦，你也可以自己决定你要拿两个相对面哈，好，来这样子，因为要相对面，我们的轴套才可以对合嘛 ，OK。好，小心这个零件飞散吼，这个抓好 ，OK。拿出你刚刚已经准备好的快干，直接对上我们的轴心，有没有像这样子？好，直接把它装进去了哈。其实很容易可以理解。然后两边你就看它有一凹一凸吼，然后就直接对合上去了。好，然后压到底，两边用力压不要太用力啊。我们的轴磁套件大概强度大概比塑胶再软一点，所以你还是要小心，不要压过头。好，压进去之后呢，这个边块拿开好，从侧边去观察它有没有密合，这样就好。其实也不用到100%啊，其实两边合起来对得上就可以了。好，然后这时候就拿快干滴了一下哈，1-2滴就可以了。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的桌面没有那个方块垫？因为我就是怕快干滴到那个上面会坏掉。好，我自己就是滴一点点就好了，就是在每一个接缝这边滴一点点小心不要滴到手滴到手会很难处理。好，再把轴心放在旁边晾干的同时，我们来处理我们的角块。好，角块很简单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机构啦，就是一个弧面嘛。那内凹的我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就放置中就好，放中间你自己看有没有放在正中间。好，3片叶子是顶在3个斜平面上面，这样就可以了。你觉得它正中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直接滴快干，小心一点滴在边边，滴个1滴。其实你要定位的话，1滴、2滴，按内的喝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就给它放干，有没有？来，在里面流动了，对不对？那个味道很臭不要去闻它，尽量在通风的地方进行OK。那个有人说，如果用保丽龙胶可不可以？我自己实测保丽龙胶不行，为什么？保丽龙胶它要干，可能真的要干到很透，可能要好久2-3个礼拜都还不一定干得透，因为它表层干掉，它里面还是湿湿的，然后那个完全没有完全定型，就觉得很麻烦。快干大概10几分钟就全部好了，我觉得。所以我自己测试的结果，我觉得这边用快干就好了啦。什么快干我觉得都没什么差像之前改使用的401也可以像这种长春也可以其实都很容易买到的东西OK， 还快干滴下去之后，它就几乎是定型。有的时候快干没有干透，放1个晚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旁边长了白白的东西，对不对？很正常所以我们不要在还没有干透之前就把它煮起来。像我自己就会找东西把它立着，让它不要倾斜这样子。其实这样子也差不多了啦，你就把它放着一段时间，你确定它已经不会再乱流，你就把它放着，然后放在通风的地方，大概1个下午、1个晚上，或是1个隔夜，这样就可以了。那你觉得不放心，像我比较龟毛，不够放心，你就等干了1层之后，你再去滴第2层，这样子你会感受到它真的是有很多层的塑胶就快干了，干掉的那个残留的东西把它整个包覆住，那你感觉很放心嘛？你即使用东西去抠都抠不下来，这样就可以了，就真的很牢固了啦。
好啊，我为了让它我可以更放心的去晾干，我去买了这个纸粘土哈，然后做出这样子的支架，我们看到，还不错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还不错，我可以同一个时间做好几颗这样子。好，那一样我们就把这边都处理完了哈。好的，经过了半个小时的电风扇伺候，这个应该已经干的也差不多了啦。来看一下有没有？刚刚滴的快干。好，这边讲一下快干的组成，其实就是溶解的亚克力，所以它溶剂干掉之后，它就会变成固态的亚克力。好，你看一下这边硬掉的这个快干的成分呢，都已经这个变成亮亮的这个塑胶啦哈。然后简单的给它抠一下，有没有？你要确定它没有在动，确定它不会移动，就是它已经固定了。其实我这样闻一下，还有一点点味道。最保险的做法还是等到这样子闻都完全没味道了，你再来煮。不过因为今天拍片就简单示范一下，等一下结束之后，我还是会再把它拆开来放到完全干了。好，然后我们的轴心看起来也很牢固了哈。好，这个时候就可以来煮了。来，你这边也可以顺便观察一下他们原厂组装的时候螺丝大概锁多高。你等一下再锁回去的时候，大概锁到那边哈，就是你可以看这边已经完全没有看到螺纹了，所以你至少等一下煮回去的时候，就是要把螺纹完全锁进轴心里面这样子。然后好的，煮起来了之后，来转看哈。好，这种时候刚煮完再转的时候，其实比较明显的感觉还是磁力它变强，它磁力真的变强。好，我直接来跟我们他们的风山旗舰版来做比较哈，就是有轴齿的那个版本。好，那这个虽然我只是单纯比磁力啦，那磁力的话，明显它还是比风山的轴齿版还要再强一点哦。那其实它强不只是在说这个磁力强弱而已，而是在它整体提供的稳定性会比较好，因为它的磁吸范围可能在这边到这边，你就可以感受得到有一种要回正那个力道这样子。那我们改轴齿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要让它什么自动回正啊什么，那当然那个是附带的一个优点，可是不是每颗方块都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效果。像这种刚出厂的方块，它比较摩擦力比较大的吼，那你在转的时候，你可能怎么它没有自动回正？可是你要实际去复原、去截击、去解击吧，你才会知道说它那个轴齿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啦。所以也有人说转过轴齿之后就回不去了，因为他们确实会很依赖这种可能在这个容错的范围啊，或是轴齿磁吸范围里面，它方块就会有一股想要回正那个力道哦。那让你的手就不用花费太多的多余的精神去管它要不要有没有回正这样，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去做你的动作啊，去做你的衔接这样子啊。好，那这一颗出厂的时候呢，因为它的轴距都设的比较小哦，所以那也是因为它不要让它转太开或是太松嘛。但是加了轴齿之后呢，它的磁吸的那个力道变强了之后，这个时候如果是以我自己的习惯，我就会把他们的刚刚原厂的那个螺丝的部分全部都在转松。那每一次转松就是半圈去微调哦，因为它已经提供了比较强的磁力，比较好的稳定磁吸效果。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这个适时的把这边的中心的螺丝全部都再把它转松一点哈。那这个调整的原则当然就是每一面都要一致嘛，让它可以拉开一点哈。那拉开一点就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它的这个容错范围就变大。那之前它还没有改之前，它是磁力比较小，那如果你转那么松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芯变大不稳定。那有了轴齿之后呢，你看它的回正的那个感觉就很明显了嘛。那方块整体的稳定性变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放松一点，让它可以这个达到更好的容错，或者是说更轻盈的手感这样子。好，那如果说直接跟这个比较，还是会有点差，毕竟风山还是他们当家最顶的嘛。但是我必须说，这种手感的表现啊，或是稳定性啊，其实真的已经，我觉得比刚打开那个时候还要接近它很大一步了。好，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改轴齿，或者说去设计轴齿的这个结构的用意啦。
确实是可以让一个明明就很便宜的方块，可是表现出来完全不输给这种顶级的这个旗舰手感的方块这样。好啦，这个也祝大家可以顺利的找到自己喜欢的，或者说把自己喜欢的方块改成更适合自己，或者说发挥起来更顺手的手感这样子。Day 2。好，这个轴尺的这个教学示范影片拍完，准备要剪片的时候，奇艺又推出了这个系列的最新型号好，叫做磁悬浮轴心版。这个重点是后面还有一个 UV 钻面，它有 UV 了好，价钱其实也真的不贵，比那个原本的那个磁悬浮版再贵一点这样子而已，就贵真的贵不多啦，非常非常佛心但是其实我看的不是 UV 钻面，重点是在它前面讲的轴心版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其实我大概8、9不离10也能猜得到啦。他既然讲轴心，那一定是在轴心上面做了一些手脚，对不对？那我当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加了轴尺好，果然没错。来，你看盖子打开，你就发现它的这个调整这个盘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还是做了一点区隔。好，然后赶紧把它取下之后呢，你就没有错，真的是那个东西，也就是官方版的轴尺，果然加进去了。不止这样，它的边块也加了磁翅，有没有？来，这个是磁悬浮版的这个是轴心版，它也不叫轴尺版，它叫轴心版。其实我不禁怀疑它是不是打错字，美工人员打错字。不管它有没有磁翅，它都应该要叫做轴尺版，怎么会叫轴心版？轴心你也不能代表什么，每颗方块都有轴心啊，什么叫轴心版？不知道，或许下一版它就改了，说不定。好，它加了官方的轴尺，再加了官方的磁翅非常非常有心非常非常用心。所以我觉得这一颗我可能真的是有点误打误撞，他可能一开始并没有帮他想好要做这么多，放这么多资源在这一颗上面但是因为我们觉得他这一颗真的表现得很好，然后也大肆的帮他宣传。这一颗的他改了有轴尺跟磁翅的版本，但是呢，我简单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手工版的跟它的官方版的轴尺的比较，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直接手感的实际对比之后，我才发现，虽然他们很用心的帮这一颗加了官方版的轴尺跟磁翅。可是我必须说，它的距离可能没有算好，然后再加上它的磁铁，它的轴尺的磁铁也拉得比较远，所以它这一颗的轴尺的效果其实是我觉得是相当的不明显，这还不是相对是很不明显，觉得这个有点可惜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既然它都已经加了轴尺跟磁翅，可是为什么会？就真的是很无感，真的有感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什么？就是磁翅的作用磁翅在这边，感觉到它整层有稍微往上推了一点，但是其实它并没有起到任何增加磁吸或是轴尺作用范围的作用。你必须要很慢的转，而且这个我放松了，我已经放松了。它在很慢的速度之下，在这个地方。你感受得到它有一点变轻了，但是呢，到了这个要进到定位的时候，本应轴尺作用的范围，它其实没有发挥作用。对，那这个有点可惜。你实际把它再转快一点，你会感受到更明显的差异。就是虽然它这个加了非常多的料在里面，可是有点可惜，它没有发挥出这些设计应该要有的效果出来了。如果你是比较追求轴尺的那个稳定的感觉的话，我还是建议你用自己改的方式去改这一颗轴尺，会比你买这个官方的轴尺效果还要再明显蛮多的，就是当然这一颗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它表面加了 UV 钻面，这个表面看起来其实也是蛮漂亮的，就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轴尺套件的介绍示范那运气很好的是赶上了它这个最新的轴尺版，最新的官方轴尺版的推出刚好可以做个比较，这样子大家就自己判断一下，看你喜欢或是你想要哪一种
的手感了，好不好？OK， 我是吴伟，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啦，拜拜拜拜。